怀孕13个月的女人被困在了这里，绝望的想要割腕了结自己，却不料腹中的胎儿狠狠地踢了她一脚，致使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老铁们心想，她不会逃出去吗？那我们放眼望去，这种情况你们说她该怎么逃？反观如果逃不出去，海水就会顺着窟窿涌入进来，水位上升后她就会被淹死。为了孩子，她得想办法活下来，所以打开了这里的箱子，有保鲜盒，还有满满一箱子的衣服，满满一箱子的电视，满满一箱子的耳机，满满一箱子的白酒。可这些对她来说都没有用。水中发现一把万能小刀，还算有点用，还剩下最后一个悬挂着的箱子。利用万能小刀想要将吊绳隔断，怎奈力气悬殊，无果后她奋力地将另一个箱子推过来，继续尝试着断吊绳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最终将箱子成功放了下来。可当她奋力地打开箱子后，发现又是满满一箱子的保鲜盒。瞬时意外地发现了就连可以饮用的水也所剩无几。可没过2天，他的羊水破了，孩子要出生，但他无论怎么劝说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腹中的胎儿就是不听，鸡头白脸的要出来。整个生孩子的过程5颗星，这里我就替老铁们看了，所以也只能跳过。经过自己的生拉硬扯，最终在生丝蝎底下将孩子生了出来。老公妮可带着他，只能选择偷渡到另一个国家，但是偷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夫妻2人经过朋友的帮忙，辗转反侧的被安排到一艘货轮，所以要藏进装有货物的集装箱内。这里他们并不孤单，有很多的偷渡客，都是孕妇与孩子。可由于不断的有偷渡者的加入，一个集装箱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人。在拥挤中，妮可被强制安排到另一个集装箱内。米娅透过集装箱上的窟窿，记住了妮可所在的集装箱号107，并与老公通了电话。妮可在另一头极力的安慰着，并保证到地方会见面的。但天有不测风云雨，在颠沛流离的途中，不幸的遇到了关卡。警官打开集装箱大门后，赫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皮裤套棉裤，其中必定有猫腻，于是走进来四处勘察。接着来到了外面，用脚步测量集装箱的长度，并命令手下在疯狂的扫射过后，幸存下来的只剩米娅一人。事后她所在的集装箱被装在了货轮上，试图给老公打电话，可对方一直处于无法连接状态。货轮在海上行驶时，不料遇到了狂风暴雨，船体的摇晃致使她摔晕了过去。许久后，米娅蒙蒙的醒来，发现身处的集装箱掉进了海里，她开始绝望。接下来也就是她独自生下了孩子，胎盘掏出后放进了保鲜盒中。此时米娅的身体非常虚弱，现在暂时没有奶水，小孩饿得嚎啕啼哭，她赶紧吃下一些食物，伴随着孩子的哭闹声，米娅无奈的等待着。正当这一天快要过去时，奶水终于下来了，婴儿似乎也察觉到了，不再哭闹，开始吸吮着扎头。同时米娅也松了一口气，吃饱喝足后，婴儿静静的睡去。在这一天中，她经历了生孩子、哄孩子、喂孩子，身体被掏空了，又困又乏的吃下了仅剩的一点食物。这样一直下去也不行，最后不被淹死也会被饿死。他要尽快想办法逃离这里。霎时间看见了手电钻，突发奇想，将顶部打开一个口子，也许会有一丝希望。于是拿起电钻开始工作，可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，就差一点点的时候电钻没电了。接着他利用万能小刀上的锯子一点点的锯开，手上磨出来的血泡都磨破了。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吃了，身体又非常虚脱，饿得肚子叫个不停，使他无法入睡。危难之极，想起了胎盘，闻了闻后，接着不管3七21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这段遇见了鲸鱼的撞击，不过也没什么大碍。第2天继续自己的大工程，但快要完工之时，意外又来了，用力过猛导致锯子断了。这回彻底完了吗？就连饮用水也仅剩了一滴。集装箱内又闷又热，导致她精神不振，恍恍惚惚的睡了过去。在梦中，仿佛老公来到了身边，安慰着自己。突然被雨水浇醒，原来是下雨了，赶紧拿出保鲜盒接雨水，因为雨水是可以喝的。当他拉断罐头上的拉环时，又想到了办法，接着拿过来一条带子，将带子塞进洞口处，用尽全身力气拉拽，将开好口的铁板硬生生拽开。随后，米娅抱着孩子爬了上来，虽然依旧在茫茫大海之中，但她感觉到了一丝的希望。在外面舒服了许多，有阳光与新鲜的空气，孩子也不再哭闹。米娅将换下来的屎尿布顺手扔进了海里，突然发现吸引过来很多鱼。接下来她想到要有鱼吃了，赶忙自制了一把扎鱼的工具，可试了无数次，一条鱼都没有扎到。又累又饿又失望的米娅，胃里开始有了反应。当她看见天上的飞机时，瞬间又觉得来了希望。回到集装箱内，将电视机砸碎，拿起一块屏幕返回外面时，心急中腿部被洞口划得皮开肉绽，忍着剧烈的疼痛站在集装箱上方。他想利用折射的原理引起飞机上的人注意到，但最终腿上的伤算是白挨了，血流不止，这样下去会失血过多。他在电视机里的线路板中拆下稍粗一点的铁丝，再利用电线里的铜丝挤在铁丝上，喝一口82年的老白干，顺手倒在腿上清洗一下伤口，借着酒精开始缝合。这种疼痛让他难忍至极。
晚上利用耳机线编织了一张渔网，早早的爬到外面，拿出孩子的屎尿布扔进了海里。等鱼被吸引过来时，尼亚迅速起网，成功的捞上来一条。他每天吃鱼，孩子吃奶，利用粪便捞鱼，接下来他不会被饿死了，心里又再次燃起了一丝希望。随着一天天的过去，他也没闲着，写了一张又一张的求救信号，装进保险盒中扔进海里。现在已经过去了12天，腿上的伤口还是没有好，水位不断的升高，天气也开始寒冷了起来。利用保温杯燃火取暖。此时此刻的画面，伴随着动人心弦的歌曲，让多少看客们潸然泪下。深夜出来透风时，手机奇迹般的响起，虽然屏幕锁解不开，可依然能接电话，是老公尼克打来的，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希望。原来老公也遭遇了不幸，在来寻救他的路上被人发现，中枪后已经奄奄一息，所以这次电话打来是道别的。尼亚告诉他生了个女儿，说了一些孩子的事情。此时此刻这也就意味着这里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尼亚利用剩下的保鲜盒自制了漂浮板，将孩子固定在上面。突然看见一只海鸥飞到这里吃鱼，他想到了什么。夜晚，集装箱开始下沉，尼亚迅速返回拿需要的物品，没成想袋子拴住了他的脚，一次又一次的奋力挣脱。可这时集装箱已经迅速下沉了，即将快要被淹死时，最后一股力气挣开袋子。当窜出海面时，发现孩子不见了，也是最后那一点点的希望。不久后，当他奄奄一息时，海鸥出现了，成群的海鸥围绕在海面上。被一条渔船发现，海鸥成群必有妖，所以将船开过去查看。他们发现了一个婴儿，可他们疑惑海面上为什么会有婴儿。这时，女人发现了一根连接线，她奋力往上拉，最终将米娅拉了上来，可她已经断了气。女人听见孩子的声音，像是在求她救救妈妈。